好，大家好，我是来。今天视频我们来聊起杜卡迪大魔鬼。说到大魔鬼，国内网友一直争论不休，因为不仅仅杜卡迪叫大魔鬼，包括雅马哈也有台 VMAX 1007，俗称大魔鬼。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大魔鬼只有一台是雅马哈大魔鬼。但是雅马哈和杜卡迪不一样，雅马哈更像一台跑直线加速的车，也是因此牺牲了很多街区操控的灵活性。但是雅马哈的骑行感觉和所有的车都不一样，是一台真正让你摸不到底的猛兽。而杜卡迪大魔鬼更像台重型巡航车，它既有微缸低扭的爆发力，也有巡航的舒适度和驾驶的灵活性。单从巡航来说，大魔鬼更胜一筹。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一台雅马哈大魔鬼的车主，但如果说0-100加速，杜卡迪大魔鬼在2017年跑到过 2.9 秒，后期在2019年跑到过 2.5 秒，而雅马哈大魔鬼在2010年跑到过 2.5 秒。这里有张表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第一的是铃木的 GSX 1000，在2006年跑下了 2.35 秒。未来我会把这个列表加速前10做一期合集。我们再说到杜卡迪大魔鬼，这个车自发布以来可以分为4代，第一代车型发布于2011年，第二代车型发布于2015年，第三代车型发布于2016年，分为 S 版和普通版，第四代车型发布于2019年，也分为 S 版和普通版。这其中2012年发布过 AMG 版，2013年发布过合金黑暗版，2015年发布过钛金版，2017年发布过柴油版。突然想起来，雅马哈大魔鬼赢的是 VMAX 1007，不是 VMAX 1002，而且雅马哈大魔鬼是微型4缸发动机，而且排量也比杜卡迪更大。实话实说，杜卡迪赢了。把这个茬给忘了，杜卡迪车主得把我骂死。视频里这台就是第一代杜卡迪大魔鬼，在当年他用的是一台液冷 1198cc 4冲程90度 L 型双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162匹，在9500转爆发119千瓦，在8千转爆发127牛米，用的6速变速箱，链条传动，管状车架，前轮胎17寸120，后轮胎17寸240，座椅高度770，整车净重210公斤，装备总重量239公斤，油箱容量17升，最高时速252公里每小时。谢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我们继续聊。这台车为什么起名叫魔鬼？其实这个名字来自于博洛涅塞语。当年杜卡迪做好了第一台大魔鬼的原型车，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第一次参观这个车的时候，有一位来自博洛尼亚的工作人员用博洛涅塞语喊出了一句无知的通缉犯，大概的意思就是很邪恶，像是魔鬼。后期这台车直接用上了大魔鬼这个名字，并且当年杜卡迪大魔鬼的配置就非常高，全车可见的碳纤维配件，包括后座椅盖也是可拆卸的，使用了 LED 远近光单摇臂，并且把进气口也放在了油箱两侧，形成了非常完美的无缝链接。下面是两侧散热器，装有64毫米水泵叶轮，配合进气口可以在高转速下提高流量的35%，从而可以实现更高效的散热，并且当年就配上了暴雨卡钳博士 ABS 这种风层仪表，上面主要显示转速时速，下面主要显示档位里程，包括一些模式切换。这个设计其实很像雅马哈大魔鬼，并且当年就标配了3种骑行模式，包括8级的轻力控制，而且杜卡迪大魔鬼跟特米排气是一绝。后期2012年发布了奔驰 AMG 特别版，所谓特别版，它的动力没有改变，主要改变的采用了 AMG 标志性的5辐轮毂，也就是这个轮网是5辐的，还有就是用了铝制的散热格栅，包括 AMG 运动风格的排气，还有就是用了 Alcantara 的座椅。除了这些以外，据说用了 AMG 哑光碳纤维车身，包括 AMG 钻石白亮条纹，并且油箱两侧也刻有 AMG 标识。后期2013年又发布了一个合金限量版，它的动力配置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肉眼可见的使用了复古坐垫，包括油箱两侧的合金装饰面板，包括把进气口改变成了激光式的进气口。除此以外，可以说一模一样，没有改变。后期2015年又发布了钛合金限量版，全球限量500台。所谓限量版，配置动力都没有改变，只是油箱的面料用上了钛合金，包括使用了碳纤维的进气口、散热器盖、微型的挡风玻璃、前后挡泥板，包括熏黑的锻造轮毂以及排气。除此以外没有大的改变。后期到了2016年，杜卡迪终于发布了全新的大魔鬼，用上了液冷 1262cc 4冲程90度 L 型双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156匹，最大扭矩128牛米，座椅高度755，装备总重量247公斤。相比上一代，它脚蹬位置有4级可调，并且有5种不同的座椅和3个不同的车把，乘客还可以选择带靠背的座椅，包括边箱。另外，全新的发动机也增加了 DVT 可变正时，主要的作用在低速驾驶也可以实现全扭矩分配，并且使用了皮带传动，增加了弯道 ABS。杜卡迪自家的轻力控制系统，骑行模式、巡航控制、弹射起步，博士 MU 惯性测试单元、日间行车灯，并且分为 S 版和普通版。谢大家听一下这一代发动机声浪。后期到了2017年，发布了杜卡迪大魔鬼柴油限量版，全球限量666台。这一代它的发动机没有使用最新款的1260，而是使用了老款的1198的发动机，所以它的配置动力跟第一代是一样的，并且这台车不是柴油发动机，也不是烧柴油的，
只是杜卡迪合作的公司叫柴油，所以是杜卡迪和柴油推出的限量版，叫杜卡迪大魔鬼柴油限量版。所以之前的都是骗人的，这不是烧柴油的。先停下声浪，我们继续聊。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朋克味道的手工磨砂钢油箱，上面点缀的肉眼可见的焊接缝包括铆钉，并且使用了带有红色的甲基丙烯酸酯中心盖，上面带有嵌入式的柴油徽标，并且这个红色的甲基丙烯在前制动卡钳包括链条上也可以找到。排气系统使用了黑色陶瓷涂层。除此以外，最大的不同在于使用了红色的 LCD 仪表盘。磨砂的前后挡泥板包括条纹坐垫。到了2019款杜卡迪大魔鬼零百加速已经可以跑到 2.5秒，不过视频里这台是2021款。它用的是一台液冷 1262cc 4冲程 DVT 可变正时90度 L 型双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门，双火花塞，不是燃油喷射，用的56毫米椭圆形节气门，并且带有电传感操纵系统。它的顶配 S 版最大马力160匹，在9500转爆发118千瓦，在5000转就可以爆发127牛米。用的6速变速箱，皮带传动，整车装备总重量249公斤。相比上一代，用上了升级版的博士惯性测试单元，9.1的前后 ABS， 包括弯道 ABS， 鲍鱼的 M50前制动卡钳，带有 DLC 涂层的前叉，包括行驶模式可以选择。另外标配轻力控制系统、弹射起步系统、巡航控制。其实杜卡迪的配置都不用聊，欧系车杜卡迪、宝马、奥古斯塔玩配置绝对是一绝。另外还有一款杜卡迪大魔鬼兰博基尼限量版，全球限量630台。这辆车的灵感来自于兰博基尼 FKP37，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车身涂装都是一样的。另外这一次主要的改变在于使用了全新的锻造轮毂、碳纤维的进气口、散热盖、红色制动卡钳，包括扰流板、油箱盖、座椅盖也都是使用碳纤维的。除此以外，使用了金色轮毂、金色车架，前后O04完全可调的减震器。所谓联名限量就一个字，卖得贵。但也正因为卖得贵和限量，才让土豪有购买的欲望。果然是土豪的世界，我不懂，不懂就不聊了。OK， 拜拜，再见。我对杜卡迪也不太懂，哪里有不对多多指点。